在我的菜园里最容易种植的蔬菜是哪一种？答案一定是洋姜。洋姜绝对是新手园丁最容易上手种植的蔬菜，因为它是零打理、无虫害、多年生，几乎适应在任何土壤里种植，1周浇1次水就可以。今年我们这里雨水充足，从初春到秋末，我没有给洋姜浇过1次水。如果你想省事，也无需修剪洋姜，甚至不用施肥。关键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产量有限，因为作为一种极具入侵性的地生植物，如果你让它放任生长，它会疯狂扩张。洋姜虽然名字上也有一个姜字，形状和生姜有些相似，但它并不是生姜的一种，它和向日葵一样同属于菊科，也被称为菊芋、鬼子姜，是一种块茎状的地生植物。它有一层薄薄的米色外皮，可以食用，象牙色的果肉脆爽多汁。洋姜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等各种营养成分，可以生食、腌制，也可以煮熟的吃。它具有松脆、细腻、甜美、坚果味的口感。我感觉它的口味是土豆、芋头和荸荠的综合体。我种植洋姜是从朋友给的新鲜洋姜块茎开始的。4月底的时候，天气还有些冷，我菜园里的大小菜床都已经规划好了种植各种菜苗，挪不出位置给洋姜。正好前院有一个角落，阳光充足。我知道洋姜的茎干笔直如向日葵一般，可以长到3米多高，而且会结出亮黄色的花朵，可以把它当作门前绿植，所以就挖出了一小块地来种植洋姜。把黑土和自制堆肥混合，一直到深秋采收洋姜都没有再施过肥。我的这个洋姜放置了1个多星期，没有种到地里，都已经发芽了。如果你拿到的是没有发芽的洋姜块茎，要把眼睛朝上来种植。洋姜需要种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土壤排水性良好，它也能够适应各种土壤类型。每个块茎需要保持30到40厘米左右的间距，种植深度不要超过10厘米，确保不要种植得太深，因为这可能导致收成不佳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种植洋姜的地方很小，但有希望能够高产，可以在夏天将它们修剪到1米多高，因为洋姜的茎干可以轻松长到3米高。当高茎上开出黄色花朵时，也可以将花朵摘除，让植物将其所有能量用于发育大而美味的块茎，从而获得更好的收成。这是2个洋姜获得高产的方法，当然如果你想省事，跳过这2个操作也完全没问题。洋姜约20周左右成熟，在秋季或冬季当植物的叶子枯萎时，就可以小心地挖出块茎食用了。割下来的洋姜杆我会收集起来用作堆肥。挖洋姜的时候，可以用铲子从离根部远一点的地方开始。当然，更安全的方法是先小心地松土，然后轻轻地把洋姜块茎提起，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洋姜的完整。洋姜块茎看起来像多节的小浅棕色土豆，它们会与根土牢固地附着交织在一起。它的皮很薄，很容易被割伤或擦伤，受伤的块茎不能很好的长时间储存。在冬天地面结冰的地方，像我们这里，入冬前可以把洋姜全部挖出来保存。我会特地挑选保留一些完好的块茎，以便下个季节重新种植。在冬天气温温和的地方，可以将块茎留在地下，需要食用的时候再挖，这样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洋姜。而留在地里的块茎也可以在秋后把洋姜杆割去，不采收洋姜。但第2年春季要尽可能的早些从土里取出洋姜，因为洋姜发芽很快，通常它在低温2度时即开始萌芽并蔓延，变得无法控制和杂草丛生，令人抓狂。我这么小的一个角落就收获了满满1筐的洋姜，好开心。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，我想谈的是洋姜的保存。虽说种植洋姜可以是零经验、零打理，坐等秋收，但如果保存不当，最后被迫浪费掉，也是很可惜的。
很多人保存洋姜的方法是把洋姜腌制起来，但我们不可能总是品尝泡洋姜这一种吃法吧？所以说，正确保存洋姜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说，新鲜的洋姜放入冰箱冷藏只能保鲜10天，但我的亲身经历是把洋姜用厨房纸巾包裹，放入保鲜袋密封后，放入冰箱冷藏，整整保存了5个月，完好无损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建议你还是用下面这个方法来保存大量的洋姜。准备一个桶或者结实的纸箱，先铺上一层松软的土，土可以是菜床里的土，去掉杂质，当然用 potting soil 或者沙土都可以。然后把完整没有破损的洋姜平铺在上面，每个洋姜之间不要接触，这是预防万一有一个洋姜烂掉了，其他的洋姜不会受到影响。就这样一层土一层洋姜，需要的时候直接去土里取洋姜就好了。洋姜在0度以下即开始冬眠，冬天储存期间怕热不怕冷，只要有土盖住，天气再冷也不会被冻死，第2年仍可以发芽生长。所以我的洋姜会放入车库里保存过冬。这种保存方法同样适用于胡萝卜、甜菜根、土豆等根茎类蔬菜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胡萝卜、甜菜根的叶子必须除掉，因为叶子容易腐烂。下一个视频我会介绍洋姜的各种吃法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